嗨，大家好，又是一个周末啊。看天气就知道，今天呢又是一个下雨天啊。明知天下雨，偏要外出行，没办法啊。骑行呢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必须养成一个习惯。所以这也是啊，每天啊，即便是刮风下雨，只要但凡有不下雨的时候呢，就出来骑骑。人就是很奇妙啊，他这个身体啊，一旦适应了某种锻炼啊，就他这些肌肉啊都是有记忆的。如果你一两天不骑的话，你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根据天气预报啊，应该在1个小时以后呢就会下雨，但现在呢好像已经起风了啊，天色呢也暗了下来，所以我们呢今天就就近啊，在小区里头骑一下。现在看到啊，这个小区里头乱停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。刚刚来到这个小区的门口啊，原本呢是想到小区外面找个电脑店啊，去问一个事，这一个电脑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小问题。但是呢，突然看了一下手表啊，发现没到9点啊，这些商铺都还没有开门呢，所以呢，还是返回村里再骑一骑吧。现在骑行的这条路呢，就是溥仪路啊。上一次也是在骑行的时候跟大家闲聊了几句啊，就这条马路够宽啊。想当年呢，为了这条马路啊，要不要成为一条市政路，这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啊。原本这条路呢，据说划归为了市政路，以后呢变成一个连接到景观大道啊，景观大桥那边的一条时速设计是60公里每小时的一条快速路。经过10多年的一个争拗，那目前来讲的话呢，也就不了了之啊。感觉好像已经有一点在飘雨了，没办法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每天都是看天骑行啊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啊，好过那些需要看天赏饭的、做其他工作的这些人士。骑车呢，真的就是一个自我调节身体啊，让自己有一个独处的时间，让自己在骑行当中啊，能够感到开心啊，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体育运动。
关键呢，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高级的运动来比啊，它没有什么成本。甚至有时候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啊。现在有时候去小区的像缤纷汇这样的商业街啊，以前呢肯定都是开车去的。时间久一点的话呢，不但要付油费啊，还要在那边付停车费啊。虽然我们祈福的停车费并不算很贵，但实际上呢，也是多多少少是有些花销的啊。但现在的话呢，有时候去祈福买个小东西啊，那就是骑着单车就去了。那昨天晚上就是啊，突然家里少了一个东西，要去一下缤纷汇，就10来分钟啊，就打来回了，又省钱，关键的还锻炼到身体，我觉得一举两得啊。骑着骑着呢，又到祈福湖边了啊。可惜呢，雨呢已经下来了。我记得1、2个礼拜以前啊，曾经也是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我骑行1个月的骑这个折叠小单车的一些心得啊。当时呢，主要还是对一些在体能上啊得到一些锻炼。然后呢，在骑行的过程当中，心情上呢产生的某种愉悦啊，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。至于这种小型的折叠单车的它的性能啊，还有就是哪怕是仅仅针对这个车，它在骑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，自己整体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种体会啊，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呢，毕竟时日尚短。对于这种车呢，以前也从来没有骑行过啊。今天呢，骑着也是闲着无聊，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啊。这种我原本就根本看不上眼，觉得那么小的一个折叠单车啊，它既然考虑了一些折叠携带的方便，那它在骑行的能力啊，它产生的速度，还有就是操控性、持续的这个时间的长短等等呢，它应该是做了很多的牺牲的啊。也因为如此呢，虽然看到了网上有人呢在介绍他们骑行这种折叠单车啊，台湾人呢喜欢称这个叫小折，就折叠的折。香港的朋友呢更喜欢称之为小步啊，因为呢它的原型就来自于英国的 Brompton 这个品牌。就看着真的很酷，但是呢也挺犹豫啊，就觉得说会不会有我担心的那些缺点，所以呢在打算买一台新的之前呢，
就给自己设了一个过渡期啊，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先买一台二手的来练练手，来体验一下啊。要是好的话，那将来呢也是不妨打算买一台新的。结果呢就找来找去啊，真的也很不容易找到。主要的问题呢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网上这个卖出来的东西啊，实在是没法信用啊。因为以前也曾经买过几样的这些网购的一些物品，大部分呢都货不对版，所以呢，即便是个二手单车，我们也不能随便轻信这个网上随随便便的就这样的一个介绍。所以呢，还是眼见为实啊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会比较好。所以呢，就在广州附近找到了一位二手出让的卖家，也亲自呢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啊，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是呢问了一下这个卖家的一些情况，还算是比较真诚。然后呢也没有讲价啊，反正也差不了这么100-200块钱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使用到现在呢还算不错啊。我当时定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话呢，就是希望3个月里面能够让我能够以骑行这样的方式呢，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。那这个呢，即便是这个3个月以后啊，这个车最后扔掉了啊，不能用了，我觉得也是心满意足的一件事。所以呢，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啊，还是比较宽松的啊。看来这个雨啊，真的是越下越大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往回家的路上骑行了。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车已经用了刚好差不多1个半月吧。那总体来讲的话呢，只是换过一次内胎。其他呢，就是自己做一些清洁保养啊，紧紧螺丝啊，调节一下链条啊，等等啊。再加上呢，就是你去适应这个车本身应有的一些特点。比方说呢，你真的不能期待啊，它像一个赛车那样的那么勇猛，那么快速啊。这个骑行的速度呢，大概介于10公里每小时上下。那有些平道上啊，或者下坡路上的，可能还可以快一点。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，都还是一个符合这个车的性能，也是符合我们骑车人的一个基本的期待要求的这么一个行车的速度。所以呢，对它骑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也就是它的这个效能呢，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。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呢，它比那种以前我们骑大单车这种感觉呢，其实
并不疏于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操控的这个稳定性啊，因为这个车比较小，尤其呢它的车把呢比较短，所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骑车啊，都习惯于一只手来掌控这个车，另外一只手呢可以随意的啊保持一种脱手的状态，甚至下雨的时候呢可以打一把雨伞。但是呢这种车的话，我尝试了一下啊，它不是特别合适，因为呢它的这个车把的转弯啊把控啊非常的敏感，就等于说你这边稍微动一动呢，它就有可能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扭动，弄得不好呢甚至会翻车，而且一个手呢要捏刹车的话呢也是非常不安全的。所以这个车我骑下来这个体会啊，它就必须呢双手来握住这个车把，掌握这个方向。从这个，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这个车我觉得还是非常好掌握。只不过呢，你真的不能一只手在骑行啊，一只手还打一把伞，或者呢一只手呢拿着手机导航等等，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。我们刚还没吃早餐呢，奶奶们带你看黄瓜和鸡蛋，黄瓜片，还有鸡蛋。那第三个骑行方面的一些心得啊，跟这个车的性能啊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，那就是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。老实讲啊，你只要在路上行驶啊，即便是你开车啊，也有很多安全的问题。骑行就更不用说了啊，比起那些铁包人，那这个人保铁，那肯定是在和其他的交通工具发生碰撞的时候，你是不堪一击的啊。所以呢，自我保护啊也是非常重要。那尽量呢，在有自行车道的这个路段骑行啊，哪怕有时候呢不得不妥协，骑到行人道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尽可能的严格遵守交通规则。像那些红绿灯啊，像那些每次你要做拐弯的时候啊，你都要向两旁后面啊张望，确认呢后面没有超你的车和旁边走路的行人啊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觉得其他的呢，就是交给老天好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啊，有时你做的再严谨，自己的安全措施做足，也不见得呢，你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。所以，如果说因为前怕狼后畏虎的，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只要呢你尽可能的每天出门前呢检查好这个车辆啊，比方说胎压呀，比方说刹车啊，然后过个1个礼拜左右呢，就检查一遍所有的螺丝啊有没有松动啊，就像这些问题都把它提前呢考虑到，然后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包里头永远都装一个打气筒，
底背呢有一些小漏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及时的加一些气。剩下的呢就是勇敢的骑上路，在路上呢尽可能的按照交通规则去骑行。下雨了，我们就早点回家。今天呢就简单分享，锻炼一下身体。下一次天气好的时候再来骑行，再来交流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